大家好，这位置是嘎嘎喜欢挖土睡觉的地方，越挖越深后，难保有一天老旧灶台倒塌，这么小只的狗不死也半条命啊！于是第三条废弃轮胎就派上用场了。利用轮胎抵住灶台后，前方还预留可趴睡的空间啊。除了安全之外，也让后方的空间有了突破的空间啊。不然一撒花的种子下去呢，就被狗挖掉。而嘎嘎似乎也懂安排啊，自动妥协的往前睡啊。接下来先回复一下观众朋友的提问。日前的影片拿瓦被误以为死掉了，真正的原因只是在七里乡下睡死的，这也是预留空间的原因啊。而这位置目前正使用小型抽水马达进行灌水，由于土壤垫得比较高，是不怕淹水，但是需要浇水的频率要提升啊，间接的提供一旁七里香与木瓜的水分。也由于垫高种植需要不少的土壤，省事的方式就是找比较高的位置直接整地啊，也顺道将清出来的砖头就地利用掉。而这相对下方菜园地势较高的一旁，虽然经过连日的降雨，土壤表面却已经干掉，从上方可以发现不少的引粪了。有蚯蚓活动的位置，虽然土壤已经干掉，但是拔草还是会相对轻松不少。由于天气越来越热，有办法降低日照的位置，对于人或是蔬果都会轻松一点啊。因此就来调整果树旁的闲置空间，改善夏日多雨与强日照的困扰，刚好也可以尝试一下小菜地的种植可能。一旁这盆洛梨原生苗有点故事啊。隔壁的婶婶看到下方的洛梨开始结果，利用种子直接育苗了一棵实生苗后，送过来要做嫁接的动作了。看了影片后，选择了最无害的嫁接方式啊。实生苗的叶片是还不断的在长出啊，嫁接的芽点呢，则还在等待长出嫩芽。拔完草之后，先进行空间调整，光搬动花盆的动作就惊动了社恐狗嘎嘎。跑来后已经收养了1年，却完全颠覆三观了，把养狗的经验完全归零，打掉重练哈。原本摆放花盆的用意，除了美化，也有避免狗在上方将土壤爬下来。现在移动花盆的目的，则是要拿来当菜床的挡土与遮阳。虽然这空间不大，整理完之后，却感觉也可以搞出不少的作物了。由于会将此处的土壤进行一次翻松，所以就先利用砖头围出种植的范围啊。这位置已经比较高，下方又是厚实的土壤。砖块就仅用1块的高度围出外围，主要目的就只是避免翻松后的土壤流失啊。偶尔有观众朋友会羡慕有菜地可以种植这件事啊，但是对于前后院距离拉得太远，会有一些奇怪的困扰。现在花盆摆在这位置，除了有帮助挡土的功用，也会有遮阳降温的效果。很多人都知道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降落，但是却不知道行走的路径差非常多啊。当初依据日照进行后院种植空间调整呢，换了不同季节后，猛然才发现跟原本想的不一样。太阳行走的路径在冬天时会偏南边，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轨迹就会越往北边走啊。目前太阳的轨迹已经在院子上了，
还会继续往北走，走到后院外面去了。对于种植规划上，夏天提供遮阳的位置要在偏北边，冬天的话，挡风的设施也是在北边啦。这也是为何一开始会在下方菜地的北边种植七里香，加减挡一点日照，可以轻松一点之外呢，也增加提早进行换季种植的可能性啊。不然近年秋冬气温低温的时间太短了，这会导致秋冬季节种植长天期的作物会非常困扰。天冷的时间太短，要把时间抓得更精准，也是地球暖化后续会出现的大问题啊。今天看到一个感觉很有学问的名词——余生凉夏，就是现在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热了，但是天气会越来越热。现在的夏天气温会是下半辈子的最凉爽夏天了。一想到心都凉了一半，果然是凉夏。为了更方便农作，目前都尽量是从有遮阳的位置做起啊。虽然此处现在日照不高，但是没有风还是蛮震撼的。日出而作，说不定不久就得改成日落而作了。几年前就曾经看过等到晚上才开始耕作的影片，当初还觉得浮夸，没想到却是先见之明。简单松完土之后，在上方铺设一点中药渣。这药渣除了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避免长草、保湿与维持土壤的疏松度都很不错啊，甚至提供土壤降温，吸引蚯蚓活动，进而产生大量引粪的明显效果。这等到下一部影片再进行呈现说明。本部影片就以整地边种植边养地为主啊，整理好3天后就可以直接进行种植啊。将土壤与药渣铺平表面后，在上方再淋上甘蔗酵素，先激活土壤的活性啊。这样夏天的小菜地整地养地就算完成。其实也是因为有新进观众朋友的提问才顺道将简单整地影片拍摄一下，希望会有帮助。谢谢收看。